早安是之前就参加过巅峰对决嘛，那其他的人都是第一次参加。对我都是昨天才会说唱的，临时我就过来凑了个人。来抱佛脚了。对，抱佛脚。临时，你们第一次参加巅峰对决，跟之前参加比赛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我感觉大家从舞台经验上、做歌的角度，然后还有整体舞台的呈现程度上来说，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就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把歌演好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提前的舞台设计，然后包括灯光设计，就是各种东西，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这个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去年总决赛的时候，Shark 在前面唱嘛，就感觉真的已经给满了，情绪也好，舞台也好。但是你的那个歌曲里面不是有爱热吗？你就能感觉到，确实是特别不一样。在这个舞台上，他太熟悉这里了，就是相当于关着灯，他也知道家里的陈设在哪里，他也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要给哪一个人听，就那个感觉。我觉得很大的不同是，当大魔王的时候，我其实只用演好一首歌，一个舞台，而且更多的是你去，就是展现自己，也没什么包袱。对，没什么包袱，很轻松。我过来就是好好的把我这首歌演完，我就回去了，就相当于有点像小学生春游的感觉。但这次感觉就是每个人都很努力，都较真，都想赢过对方。就这种竞争的时候，就感觉像那种小学生运动会。我是为了班级荣耀，我是为了去拿这个奖状，我才去做这首歌。第一轮我一唱完，我感觉我这个人。可能我还是放得太轻松了，大家都绷得巨紧，只有我来吧，还有我啊，还有我，你也是，还有我啊，我们我们把这些东西想得太轻松了，因为我想着大家既然都这么熟悉了，很多都是朋友嘛，那大家无非就是把自己的新歌拿去好好表演一下，展现一下。结果有些人上台就换副脸色，就六亲不认了，上台就，我今天必须要。我把你打得很疼，你也把我打得很疼，就他从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感觉他进入状态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巅峰对决的这些选手们不具备的一个，因为以前没来过，所以第一轮完了之后我就学到了。我们私底下可以嘻嘻哈哈，在台上，我就不会再跟大家笑脸相迎了，我会背后捅你们刀子的。要背后捅？一定背后捅，当面看着了我那也不好下手。其实我觉得也还好，但是其实区别是你内心的滤镜了。以前我去新说唱的时候，就是我完全可以把自己当一个素人，然后我面对的那帮人，其实大部分也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我可以完全不顾及任何的，我可以把它当一个没有镜头在记录的一个比赛来打，我可以做自己，我可以说，我这样，就是熟人还是不好下手是吧？现在全部都是以前在电视里看的那些人，我咋说话嘛？我感觉咋说话都不对劲儿。我也是这个感觉。哇，咋的了？咋了？这我发现是烫，兄弟，你小心点。确实烫，但是还不错。烫是吧？好吃，再来一块。但是白茹，你去年来的时候，真的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啊！但现在你还是会有这个状态吗？还是也会收着的？没有了，飘了已经。今年是真的一直在收着了。那你具体在怕谁？他怕你呀，怕所有人，大家都是艺人了。其实说实话，就严格上来说，已经虽然是 rapper 也是 rapper， 但是大家不能那么 real 了。但你要是收了，那就不是你了，那你不难受吗？只能在就是歌里的时候找状态，但确实是有点难受的。就是以后也不会像24、25年那么狂了，因为那只是以前的一个阶段而已。现在就是人得变，就有点平时都是跟同学们在一起，怎么开玩笑都行。对，因为学长，那不是学长，老师来了。对，哦，对，跟老师同班同学的感觉啊，对。就你不可能一出来在巅峰上面一出来说辉子，我好讨厌你，你给我下来，我要跟你打一打。你也能说出来，感觉。我确实说得出来。哇，我们这段可能就只剪你这一句啊。我见过这一幕，感觉。你看，这就是大家对我的刻板印象了。其实我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但我觉得其实也 OK 的，是因为这个环境，它就是会对大家有这个包容的，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节目里面，大家都可以很自由、很放松的、很肆无忌惮的做自己。其实我觉得巅峰路的他的担子比新说唱重。但是你来的时候，你现在有预期吗？就是往哪儿走，走到哪儿，怎么个弄法？我说句实话啊，我要死也得死吴家轩后头。那他呢？他说他死在下个后头。那我死谁后头？你死佳木后头。其实我感觉，
我刚刚跟他想的那个相反，去年来反而是包袱比较大的，就是没有那么能输得起。可能刚来大家都会说是你什么冠军候选人，你谁说的？我说的哥，冠军说的。冠军哎呀，冠军就会迷惑人。你一定得赢呀，兄弟！你看，就是这个人在前面这一手太难了。今年来我们能赢1场都是赚的，咱到目前为止，咱1场没赢了。目前是亏的，希望能赚。目前亏了，目前是亏。但是我说一个我真实的感受啊，就是你去年不是最后那首歌没唱吗？你知道，就是整个节目结束了之后，我就从那个后台往就是离开那个演播厅的地方走，我就真的是有在地上看到你的那个表演的道具在地上。就我作为观众来说啊，我是就是有那种遗憾的，那种遗憾是还想再做一点事情，就是哪怕就是那一点，但那一点就是最难的。这个表演没有出现。但是很可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了，但它一定会出现。今年我这一轮唱的 solo 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人还是要往前走，所以我今年应该不会唱纽约这一首歌。再转2年前就会有什么东京夜、泰国夜、美国夜，连云港夜，枣庄一夜，早上。佳木老师，你这次来是必须要打到哪儿的？也不是必须打到哪儿吧，唱几首算几首，肯定会到位子上的。反正歌都够火，就是什么时候走没关系，肯定会到位置上吧，肯定的，是吧？就慢慢唱，反正能到顶，反正肯定是有个位置嘛。就好好比吧，我也第一次来，我说话说那么满，容易被反噬。你刚刚不是这样的，刚刚我没少来，他们请我的。你当时走完面了，你那话可不轻啊。他们说他们所有人播放量加起来不如我一首歌，这个不是我说的，你那一串下来给早安弄懵了，不是？你刚刚没来的时候，佳木说我那歌出来麒麟来的死。我自己也是这么想，我真服了。是卡老师了，今年来的感受，因为去年咱们打满了到顶了，感觉我和 Peter 状态特别像，就是去年感觉完全输不起。你又输不起了，你在这怂恿别人。因为我去年说他是冠军候选人。哦，他说你是冠军候选人。哦，现在负担都是互相给的。就是今年我觉得虽然叫巅峰对决吧，但我感觉对决这个东西只是形式。我们在这儿巅峰，有点像是在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看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实力，有什么样的审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起10年嘛，我们是把这个拳头串在一起给别人看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在里面还要争个你高我低，你好我坏，其实都不可能坏的。就算赢的人也不会强到哪儿去，输的人也不会弱到哪儿去。我觉得在这里，我们更多的是一致向外。没有了，主要是赢的可以涨价的嘛。那输的就一定要掉价嘛？也不一定吧。输的我们就回去演话剧。但是输了又不可能掉价，除非你真的太菜了。比如说，没有啊，就是要按那个第一轮票最低的开始算。我肯定是这么个比法。那可以插到那个随意改规则的那个。对赢的人就要拿掉输掉的人的那个演出费。对，就一天年收入的多少要转移给。那要这样比的话，早上那个灯我都要抢过来了。哇，要是从巅峰1就开始这么比的话，我已经不敢想我现在报价应该报多少。没事，你这一切都给佳木打工的，你的前面赢的先赢突。然来这么一下，真的太伤了。先赢都是纸，后赢才是钱。佳木拿来吧。早安，你今年来跟之前来有什么不一样？我感觉强度降就是低了很多，低了很多，强度低了很多。我有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现在我们彩排不是有那个时间嘛，这个是倒数时间那个。那会儿一首歌，我觉得3到4个小时就定在那儿，所有人不许让我走，我要排的，几乎每个人对全是这个情况。而且那会儿每个人的舞台装置光装就要好久好久，然后再对音频、PA、monitor 所有的现场再调很久很久。那会儿当年我去第1期还挺好的，第2期就再也不想去了。而且我第1年比到最后是可能比到第2期还是第3期就想退赛了。没有，我把所有的活都退了，所有人几乎都投入到一个很夸张的。但是是有很明显的回报。22年太好看了，仅次于17年。其实我们的这个今年大家感觉偏舞台偏简单，或者说偏柔和的一个因素，其实是还是就是都忙起来了，太仓促了。也可能是年纪上来了。不，也可能是在给后面留空间。对。
我感觉你们是慢慢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又找回那个特别猛的竞技状态了。别的没啥了，你问一个最想问他们的问题。我最想问早安，你感觉演音乐剧这一套流程体系对于你说唱的舞台上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他塑造了现在的我，我就是学戏剧、音乐剧对我的影响是跟说唱几乎是对半开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有很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因为安子哥的那个专辑我也听过，然后还有结合你上升的那个舞台，我觉得真的是整个人都艺术起来了。我第一次演那音乐剧的时候，我感觉我是人生第一次在演另外一个角色，我在唱另外一个人的歌，我尝试把自己带入另外一个 rapper。我第一次人生中这么多时间去背不属于我的歌词，然后还要去塑造这个角色，去学他说话，学他走路。但真正2场演下来之后，我发现就是他好像是另外一种体验，就好像让我去能更好的扮演自己了。其实是爽的，是爽的，因为可能刚开始你接触到说唱的时候，你觉得它 real 是一个你心里面觉得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有些话、有些想法，甚至有些歌词，你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不会这么写，因为你不会这么想。对。但是当你带入一个角色以后，你可以说出更多的话，你的切入点可以变得更多，你可以设想在任何的情境下说出任何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只要你在角色里。但是它可能就不够 real， 对，这是一个，但是你能去塑造出这么一个形象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音乐剧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如何说着说着突然就开始说唱，这个是丝滑的过渡，太诡异了。你还得保持，你不能让手艺是这样。对，完全没有，就是你就得因为我去看了早安的那个，你们看了吗？我没看过，但我看过其他人演的。我看了上海，你也去看了上海了？我去偷偷买票看的。你们关系这么一般，不给你票的啊？佳木老师就是去看现场是他的工作。对，我很喜欢看现场。是他的一个自媒体系列，叫挑战看100位同行。那个对，你当时看完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就是没见过呀，震撼不？震撼。尤其是有好多老师当时。下次有角色需要可以邀我。我不想演说唱歌手了，我想挑战一下其他的。我想去演短剧，我说实话，我想演那种被打脸的反派，你知道吗？你想演反派啊？也挺像的。那也是本色演出。我就想演那种啊，就长那样还是说唱歌手，我才不信那是说唱歌手。你要演就演点和你反差大的挑战性的。然后就是忽然男主角开始忽然开始唱一个 rap 啊，他真的是说唱歌手。我跟你说你适合演什么？全球说唱技术下降100倍，而我保持现在。一出去你随便说一个啊，早安，双鸭，我们早餐。早安可以问一个问题，我问 Shark， 我想知道 Shark 不说话的时候一般都在想什么？我说实话哥，就刚刚你在问我问题之前，我不是有一段时间没说话了吗？对，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一直不说话？然后我不说话的时候，我到底在想啥？又开始套娃了，你们真的，我不问他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对，你问别人吧，要不。好难受，好难受，好难受。就我能感觉到你的那个想法是非常丰富的、碰撞的，但只是最后在你的表达里面，你找到了一个最适合的表达。对，我可能经常会捋我脑子里的思绪什么的，然后找到一个比较可靠的状态，然后保持在那里。就刚刚我挺享受你们的对话的。但你会想象，因为 Barry 他就不太就在乎那些东西嘛。什么东西？你看，对，就是这种。对，也很羡慕他的这个状态。啊？什么呀？在当下，对。你是会有过这个阶段，然后现在变得，感觉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对，这个有点像习惯。上一轮还被李尔辛格也这么说了，他就说我感觉你时时刻刻都在想事儿。我就说还好，我刚吃了个啥东西，我就说还好。对，你是一个表演是吗？可能是刚刚吃的那个爆浆牛肉特别好吃。对，我想问一下你哥，就是你作为一个从这个第三方视角观察着我们也好，甚至在我们之前的那么多人一直发展到现在，你会不会对我们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期许？就觉得中文说唱也好，
它何去何从，应该生长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就说一下我为什么想来做这件事情。我特别爱嘻哈，我也特别爱你们，但我非常明确的说，我觉得也是在爱我自己，因为在我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就是一直在丢东西，但我也在长东西。我丢掉的这些东西，可能我丢着丢着就把我身上的 repeater 丢走了，我丢着丢着就可能身上又长出了一些我不能接受的，可能像 Tom Berry。这句我听懂了，他就是纯讨厌。但是可能就像沙克，你非常严谨，你可能会体恤大家的感受。我总能在说唱的这个舞台中，感受到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所以你说中文说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样子。我觉得我希望他的样子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他必须在。哪怕可能有一天我不看了，但他必须得在。你必须得看，我必须会看，你必须得看。为什么那个早安那个生日那个彩球砰打开的时候，每个人脑海里都在回放自己的生活。他那个打开，我心都跳了一下，我都，但是我的那一刻就是我的这10年，就是我记得最开始第1年的时候，我出差，然后在外面我跟梦辰我们一起在家里面看。然后就再过了几年之后，我跟我弟就把那个新说唱下到 iPad 里摆在中间就开始看，然后就一直一年，所以这个就是我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好，其实就是我想要的最好的答案。我要问 Barry， 你觉得这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算说唱垂类综艺吗？跟你录的那种主流综艺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其实不存在一个说唱综艺单开一类哈，说唱综艺就这种我们以舞台形式去表演，大家互相交流音乐，私下去碰撞的这种综艺，会比我个人角度上，我觉得会比真人秀的会好玩一点，因为真人秀的就是大家要一直在摄像头的注视下去相处，那其实就是在演着生活，演生活。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这种是真的生活，我们只是抽了一部分时间去舞台而已。在这期间，我们交到的朋友，或者说我们学习到的音乐，我们一起吃的饭、喝的酒什么的，其实这都是真的。我觉得你也不能全部这样。这不能以偏概全，只是我当下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样的，但并不是说真人秀的就不好玩，也好玩，但是点不一样。你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今天咱们就结束。最后一个问题问Peter 吧。我问 Peter 吗？你长那么帅，你心里没罪恶感吗？我对 Peter 没有什么好奇的，因为 Peter 感觉很多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摆在台面上的。或者其他也可以，或者没关系。那你给我们秀一个，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那这是额外收费，这点 SVIP 啊，这点。我们现在就是 VIP 才看哈。Peter，不想问别人了，真是太难说出口了。抛开那就是就像抛开咱们在镜头面前的，就是乖好学生这种，你心里面对于你做这行，你到底就是有明确的想要的东西，或者说你就是得去争的东西吗？你心里就是留存下来的有竞技性，或者说有欲望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去年来参赛也好，前年来参赛也好，就是我可能会，比如说扩大一些知名度，但是我感觉这些都不是我最终要去做的事情，这个是我的途径。对，我这些事情，我最终的目的是我想在中文说唱史上留名，而我需要达成这个目的，我有很多条件，我需要有足够的去做东西的成本，我需要大家有足够多的关注度，然后我需要跟足够优秀的人同台竞技去学东西。对，这个我还在我的路中间嘛，其实我野心还是蛮大的。你野心也别太大了，差不多得了。那我小一点，小一点。行，很开心，我们又纯是吃饭啊，确实我们纯是吃饭，然后分享了一些当下大家的感受，然后更多的劲儿咱们就使在明天后天了，因为比赛咱们强度确实挺大的，大家一定休息好，调整到最佳状态，好不好？吃完了，加油啊！下周再见。等一下。
我再说一句，说最后一句，明天咱们不要互相打啊。没问题。他跟每个人都这样说了。放心吧，你看看明年啥样吧。我前天见不是是前天见 Barry 吗？对对对对那天当安德哥，我能打赢你吗？我能不能打你？我说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了，打死我，你打死我。